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早晨的时光极为重要，是养生的黄金时间。能把握住的人，身体会一天比一天好。但如果做了一些伤身事，会伤害身体健康。今天就给大家讲讲晨起的养生事和伤身事。一、晨起最养人的6个好习惯。长寿的人晨起往往都会做这6件事，喝水仅排在第5，而第1的好处可能会出乎你的意料。6、排宿便。虽然这个习惯可能有些私密，但它却是早上最重要的好习惯之一。排宿便可以帮助你清理肠道，防止便秘和肠道不适。早晨是大多数人排便的最佳时间，因为肠道在一夜之间有足够的时间来积累废物。养成定期排便的习惯，可以促进肠道的健康，减轻腹部不适，改善消化。如果是经常便秘的朋友，可以考虑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入，多喝水，以及锻炼身体，这些都有助于改善肠道健康。5、喝水。喝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早上的好习惯。一夜之间，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定量的水分，因此在早晨醒来时，我们通常会感到口渴。此时补充一杯温开水，可以迅速的补充水分，提高身体的新陈代谢，清洁消化道，活化肠胃道的细胞，促进大便的排泄，预防便秘。此外，喝水还有助于排毒，它可以帮助肾脏清除废物和毒素，保持身体的健康，还能在一定程度吸取健躯浓稠的血液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。4、开窗通风。很多人在睡觉时都会紧闭门窗，然而经过一整夜的呼吸吐纳，卧室里积累了很多的二氧化碳，而且床上还有不少的尘螨、细菌等。开窗通风有利于保持室内空气的新鲜和相对的湿度，空气流通起来也可以吹走一些致病菌，再让阳光照进来，对身心都有益。3、有悔腹。腹软如绵，百病不残。腹部是五脏六腑的宫殿，气血津液的发源地，按揉腹部能够调理脏腑功能，疏通气血运行，起到疏肝健脾、润肠通便的效果。双手交叠放在肚脐上，先按照顺时针的方向绕着肚脐按揉50次，接着按照逆时针的方向按揉50次。要记住定量，每天都要按揉同样的次数。在按揉的时候，注意力要集中，呼吸自然，并且要保持力度适量，不要过重也不要太轻，以感觉微微温热为宜。2、梳梳头。早上起床梳梳头，可不只是整理仪容这么简单。头为诸阳之首，人体上的12经脉，几十个穴位和10余个特定刺激区汇集于头部，因而梳头能够刺激头皮的神经血管，促进脑部的血液循环，预防脑血管的疾病。而且早上是人体阳气生发的时候，晨起梳头有一定的疏通经络、运行气血、清心醒脑、开窍凝神的效果。做法：从前额开始梳，再梳后面的小脑部位，力度均匀柔和，最好选择一把每个齿都是比较宽和粗的梳子，不要太尖，便于按摩穴位和穴区。也可以用食指指腹来梳头。1、赖回床，伸个懒腰。经过一夜的睡眠，全身的肌肉和韧带都处于松弛的状态，马上起身缺少了从平静状态到活跃状态的过渡，易导致头晕不适，对三高以及中老年人群影响更甚。其实大家可以躺在床上，舒展四肢，伸腰展腹，有助于带动肌肉收缩，加速血液循环，供给心脑系统足够的阳与血，不仅能够帮助加快清醒，还能够强健身体，延年益寿。2、晨起做这6件事等于作死，尤其是第1件，很多人每天都在做。有研究显示，清晨是老百姓呼救120的高发时段，约有 40% 的心肌梗死和 29% 的心脏性猝死在清晨的时段发生。这是因为清晨时段血压的快速升高，
早上6点到10点，绝大多数人的血压会达到1天内的最高水平，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与清晨的血压升高直接关联。与此同时，起床时很不经意的一个小动作，一件事，往往就诱发了风险的发生。晨起6件事最伤肾。1. 闹钟太响。天亮时，身边总有一把声音唤你起床，或是一段优美的旋律，或者是一首钟爱的曲子。声响会对人体神经和生理产生一定的刺激，从而中断正常的睡眠，将人唤醒。但如果这个声音过大，却会引起身体保护性的条件反射，提高人体肾上腺素的水平。长期以往，可能就会导致高血压、精神压抑等一系列的问题。尤其是有心脏病、高血压的中老年人，又在睡梦中忽然的惊醒，那么容易出现神经紧张、血管收缩、血压升高等的情况，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心脏病发作或者是脑梗死等的情况。闹钟铃声，我们尽量的选用柔和的声音或者是音乐，刺激性小。2. 起床太急。闹钟铃一响，砰的一下就从床上弹起来，尿急憋得慌，猛地爬起身去上厕所。这些动作有一个共同点，即人在睡眠的状态时，大脑皮质处于休眠抑制的状态，各项生理功能维持着低速运转，代谢水平降低，心跳减慢，血压降低。觉醒来，如果立马的起身，身体各项机能还没有转醒，比如血流还会比较慢，并不能及时的把氧气输送至大脑，就容易出现头晕、眼花等的不适。若是中老年人，还容易发生心脑血管意外。建议起床动作要慢要缓。3. 用力排便。早上起床便意来袭，可上班就要迟到了，于是乎反复的憋劲，使劲的用力，企图能快点排完，快点走人。万万不可，因为憋劲往往会减弱肠道在排便中的主动收缩能力，导致或者是加重便秘、痔疮，甚至造成肛门脱垂。更重要的是，人在排便的时候，往往血压升高，过分的用力容易使负压猛增，随之血压也会升高，心跳加快，心肌耗氧量就加大，可能就会诱发严重的急性缺血乃至心肌梗死。所以晨起排便要放松心情，不要急。如果排便困难，不妨试试腹式的呼吸法。4. 晨起立马叠被子。夜间人拥被而卧，体内排出的水分被蒸发，使被子不同程度的受潮，令体味以及代谢物围困于被子上。而在人的新陈代谢中，组织器官会不断的产生各种的代谢废物，哪怕是一个健康的人，一晚上的呼吸、说话、咳嗽等的生理活动，都会排出细菌、病菌近百亿。又有感冒、肺炎、放屁等，污染就更为严重。如果起床后马上叠被子，无疑将这些有害的物质包裹在被子里，到了晚上睡觉时，又会被吸入人体，对人体健康不利。起床后不要马上的叠被子，或者整理床铺，应该将被子翻转，并打开门窗通风透气，让粘在被子上的水分以及化学物质自然的散发。待洗脸、刷牙、吃完早餐后再整理。5. 不吃早餐。一夜过后，胃里排空，又没有食物及时的补充，酸和各种消化酶没事干，就会去消化胃黏膜。长期以往，胃炎、胃溃疡等的疾病就会找上门来了。另外，长期不吃早餐还会使低密度脂蛋白沉积于血管内壁，导致动脉硬化的发生。而大量的研究认为，不吃早餐与肥胖症、糖尿病、胆结石有关，所以该吃的早餐还是要吃。人老了，对于养生非常看重，尤其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有益的事情，我们都需要认真的对待。那么我们就从早晨起来的这几个好习惯开始，坚持下来，你也会健康长寿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